李总管，会不会是弄错了？我夏府一介商贾之家，谁能有此殊荣，成为皇上的心上人呢？夏老爷，皇上说了，他的心上人可就在你们夏家。皇上还说，1个时辰内，若不把人送进宫里，可就株连九族。我叫夏雨荷，是南朝首富夏家的2小姐。昨日，皇帝微服私访，在夏家借宿一晚，今日便派人带来凤冠，说夏家有他的心上人，他要迎她为后。可是，起轿！第一是，父亲将倾国倾城的嫡姐送进宫，可皇上只看了一眼，就当场拔剑杀了他。就凭你，也配戴凤冠？第二是，父亲又将才华横溢的庶女夏雨晴送过去，可皇上毫不留情，刺穿了她的心脏。第三是，父亲咬咬牙，将母亲送上皇轿，结果……放肆！夏家这是在糊弄朕不成？拖出去5马分尸，这夏家满门抄斩！不，皇上，皇上饶命啊！皇上！之后几时，父亲将夏府的女眷都送了个遍，可每一次都难逃满门抄斩。每次夏家因送错人被抄斩后，我们就会重生到入宫这一天，这已是第10次。停轿！我与皇上曾是旧识，我一定就是皇上找的心上人。民女夏雨荷参见皇上。夏2小姐，又见面了。当年的事，朕一直没有忘。臣女也不敢忘，能得皇上垂青，是臣女。可这花轿和凤冠是这位心爱之人准备的。你一个病重的废物，怎敢糟蹋他的东西？皇上，皇上，你的心上人到底是……皇上，皇上，你拖下去，剥皮抽筋，挂在城楼上，这要让所有人知道欺君的下场。为什么？那个心上人到底是谁？我又重生了。2小姐，宫里来人了，老爷让你们快点过去。又错了，又要重新再来。可这心上人该去哪里找啊？雨荷，上一世苦了你了，那个畜生竟然把你剥皮抽筋，你当时一定很痛吧？没事，母亲，都已经过去了。父亲母亲，还是先想想皇上的心上人到底是谁吧。若再找不出，1个时辰之后，咱们又得死一次。可是我们夏府上下一共10个女子，雨荷是最后一个，这还能再去哪里找啊？二姐姐，上一世你进宫可曾问出了什么？上一世入宫前，我一直以为皇上的心上人就是我，毕竟3年前我曾救过他的命。什么？3年前的灯会，我与你们走散后，在巷子里遇见了受伤的皇上。
冰寒，公子，你受伤了。救我！好。这剑上有毒，公子得罪了。我为他排毒后便昏迷，醒来时就已不见他的踪迹。难怪你之前一直不提起，为何中毒？原来竟做此等傻事！莫非皇上忘了救命之事，所以才将你杀了？不，他记得，他微服到夏家，就是为了来找我。为了找你？为了找你？不错，他前世借宿那晚，曾到房中找过我。灯会那晚，暗卫护驾匆忙，真的没机会问你的名字。可这3年，朕常常梦到你，也一直在寻人，寻找你的踪迹。好在终于找到了。民女微薄之事，怎敢劳陛下费神？你是朕的救命恩人，怎可说微薄？你这病是因为3年前为朕排毒所致。不过陛下请放心，民女并未对任何人说过此事。大夫怎么说？这毒能解吗？大夫说，此毒阴很难以根除，只能一直用药保住性命。你放心，朕一定会让太医治好你。朕此生定不负你。皇上就说了这么多。若是还记得救命之恩的话，你应该就是他的心上人。可是为什么上一世还被他抽筋扒皮，悬挂在城门之上？而且全府无论老少，总共10个女人都送过去了，还全都不是。不送去人，我们夏家就会株连九族；送错了人，我们也会满门抄斩。这可如何是好啊！我们府的女眷都被杀过，你们说，这皇上真正心仪的人，会不会是个男的？如此说来，极有可能。难怪皇上一直不提起那个人的名字，还毫不犹豫杀光了我们所有女人。有道理。父亲，皇上微服私访时，除了2妹妹以外，就与您交谈的最多。莫非是您？老爷，这一次就辛苦你为夏家去一趟了。啊，我？这……唉，罢了。为了能够保全夏家，我这把老骨头便……父亲愿为全府牺牲，着实令人敬佩。不过只怕你们都想错了。玉鹤，此话何解？皇上心仪的若是男子，怎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大张旗鼓的来接人立后？您若真上了花轿，只怕这次等着夏家满门的，就是凌迟鞭尸了。可是夏家上下已经没有其他的女眷了。玉鹤，你自有聪明，赶快想想，皇上的心上人到底该去哪里找啊？这样，母亲，你去把前几世送去的女子都叫来，我有话问他们。你们把之前每一世临死前发生的事情都详细的告诉我，不可遗漏任何细节。就直接进去了，然后就……所以前几世皇上都不曾回答你们，只言片语，皆是暴毙斩杀。小姐，奴婢想起来了，
皇上在杀奴婢之前，曾问过奴婢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他问我这3年，除了我，还有谁给二小姐煎过药？煎药？莫非皇上找的是另一个煎药的婢女？可这3年，二小姐的药都是奴婢煎的，而且我如实告知后，皇上就当场斩了我的双手。由此看，皇上有此一问，是记挂二妹妹。那不可能是雨禾。你们忘了，雨禾上一世可是被活生生的剥了皮抽了筋啊！不是二姐姐的话，难道是之前发配的婢女？母亲，您再想想，之前发卖和请辞的婢女有哪些？又或者是曾经在府上帮工过一段时间的女子？我现在就去查。这要怎么查？夏家商铺遍布全国，期间往来调用的女掌柜、女伙计，不说上千也有几百，难道要一个个试？何况现在也没有时间去找人了。找总比不找，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吧？好吧，一起去查，一起去找。不必麻烦了，我知道皇上的心上人是谁，就在我们夏府里女子之中。你知道是谁了？到底是谁？你倒是说呀！父亲，若我没猜错，皇上要找的人就在我们府上。不过，我现在还不能说。什么意思啊？雨禾，都什么时候了，你千万不要再卖关子了呀！二妹，此事重大，关乎我们全族性命啊！就是关乎全族性命，我才不能轻易的说出。雨禾，时间已经不多了，你就算不能说出这个人的名字，你也得告诉我们，到底应该送谁进宫啊？送我去？什么？雨禾，你疯了？你忘了你上一世你是怎么死的了？皇上见你气得最狠，你这不是白白的去送死吗？是啊，二妹，皇上对你最是暴力，而且我们能存活几世，都是因为每次送了不一样的人。若这次再送你去，万一我们下一世都活不成了怎么办？雨禾，就算错了还能重来，可你这一生已经够苦了，娘不能再眼睁睁看你再死一次。母亲，为了让大家活下去，这一趟我非去不可。不过这一次我不会一个人去，我还要带一个人。谁？父亲，您随我去吧。我？皇上只说要从夏家带他的心上人去，我也去的话，不会触怒天颜。父亲，这或许是我们唯一的机会，您就信我一次吧。夏老爷，时辰已经到了，您想好送谁入宫了吗？夏老爷，你难道想抗旨不成？回禀李总管，父亲决定让我入宫，不过我自小身弱，还望李总管通融，能允父亲为我送嫁。李总管，草民最是怜爱这个女儿，想再陪她一遭，还请李总管通融啊。一会儿见了皇上，可别失了规矩啊！感谢李总管，请。雨禾，一想到你上一世惨死的模样，我的心就像被别人挖了一块一样。这一世，你千万要保护好自己。放心，母亲，这一世我不是去送死。大姐三妹，帮我更衣。父亲别怕，会没事的。这一次
我绝不会弄错。民女夏雨荷，草民夏承远，参见皇上。皇上，夏家女已经带到。嗯。皇上息怒！夏雨荷，这发轿和凤冠是这位心上人准备的，你一个病重的废人，怎敢糟蹋他的东西？果然和前世一模一样，他要找的不是我。来人，将此女扒皮抽筋，挂在城墙之上，就要让所有人知道冒犯这心上人的下场。我说皇上怎么会看上一个病秧子？原来是冒充的，一个连路都走不稳的废人，岂能配当皇后？就是，当今圣上可是出了名的专一之人，曾扬言今生只会与自己唯一心爱之人相伴到老，就他也配当那种唯一幸运儿？野鸡也想当凤凰，岂不可笑？皇上息怒！皇上息怒！夏家实在愚钝，不知哪位贵人才是皇上的心上人，万般无奈才斗胆将小女送来。皇上，雨荷曾经对你有救命之恩，还请皇上念在往日恩情，饶他性命。只要皇上明示心上人究竟是谁，草民这就回府用8抬大轿，不，用龙舟凤辇，恭恭敬敬地将人送来，绝对不敢再有半点的延误。皇上，夏承远，你这是在挟恩图报？草民不敢，草民不敢，草民只是护女心切。皇上，还请您手下留情呢。你口口声声说不知道这在心上之人是谁，草民真的不知道。皇上，请您明示。这心上之人是皎若明月，灿若朝阳，风华正茂，举世无双。他是那般亮眼，那般优秀，只需一眼便知不是凡子。你们夏家上下与那同珠义父每日相见，岂能不知？皇上，草民实在是……看来你们是铁了心的要欺瞒朕，拿着这种庸脂俗粉、残病之躯来搪塞朕。雨荷，还敢躲？找死！雨荷，你做什么？快来人，护驾！找死！我已经知道皇上的心上人是谁。夏雨荷，你敢诓朕？民女所言句句属实，不敢欺君。皇上，夏家该如何处置？封后大典继续。这一世我赌对了。夏氏雨荷温柔淑贤，德行俱佳，深得朕心。即日起册立为后。怎么回事啊？皇上刚刚不还说夏雨荷不是他的心上人吗？对呀，上一刻还说要抽筋扒皮，怎么突然就立他为后了？夏雨荷到底说了什么，能让皇上收回成命？夏雨荷，真有你的！多谢皇上。李成，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后千岁千岁千千岁！这雨荷并非是皇上的心上之人，可是皇上为什么要册立他为后呢？
参见皇上。来了。臣妾参见。夏雨荷，晚年说的话到底什么意思？字面意思。哼，你真以为一句话，朕就不敢动你了？皇上试试呢？朕问你，人到底在哪儿？朕怎么知道你不是在说谎？皇上若是不信的话，大可以现在就杀了臣妾，反正臣妾和夏家的命就攥在皇上手里，不是吗？可是皇上敢赌吗？你想要什么？活着，臣妾要夏家上下全活着。好，夏雨荷，你最好别让朕找到他。小姐，你没事吧？无妨的，扶起来。好。小姐，你是为了救皇上，您的身体才变成这样，他为什么就对您这么狠呢？您告诉奴婢，皇上的心上人到底是谁啊？不管是谁，找出来给皇上便是了。您这样多危险啊！不行，现在还不是时候，连奴婢也不能说吗？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否则夏家又会走上前几世的老路。醒醒！可您现在宫里，老爷和夫人他们肯定也很担心啊。我会想办法，尽快与父亲见上一面。春轩，这宫里危机四伏，想要我们命的，恐怕不止皇上一人。记住，不要多说任何话，懂吗？嗯。儿子，给母后请安。臣妾拜见太后。模样不错，不怪皇帝惦记了3年，为了你这个心上人，不惜空置后宫。太后谬赞了。你身为6宫之首，可知你的首要职责便是伺候和辅佐皇帝。臣妾明白，臣妾定竭尽全力。你当真知晓？那你昨夜为何未与皇帝圆房？皇帝，她当真是你等了3年的女人吗？如若不是，朕何须封她为后？可你们……太后恕罪，是臣妾久病体弱，皇上怜惜臣妾，想等臣妾养好了身子再说。算你识趣。母后，雨荷身子骨弱，这后宫诸事怕只是有心无力，还要让母后继续操心了。是，我不过一囚犯，他怎么可能奉权给我？且未免还将病气传给母后，这日后这成婚定省也免了吧？你倒是疼惜她，这后宫诸事，哀家尚可暂代她操持。可若她身子弱，今年不能受孕的话，这选秀一事，你便不能再推了。不行，皇帝，绵延皇嗣那也是头等大事。你母后，朕只爱皇后一人，愿和她一生一世，一双人。放肆！这是一个皇帝该说的话吗？你们，太后，您莫生气，小心气坏了身体。夏雨荷，当真是皇帝的心上人吗？太后为何会这么说？后宫之位空了那么久，皇上只给了夏雨荷一人，应当是他。你不了解皇帝成亲那日，分明是发生了什么。那太后的意思是，去把夏雨荷单独叫过来，哀家有话要问他。是，太后。
参见太后。商家之女果然上不了台面。太后，不知臣妾做错了什么？哀家问你，你为何是皇帝的心上人？皇上那日微服私访，恰巧在街上碰到臣妾遇到小贼，皇上帮臣妾抓住了小贼，也因此与臣妾结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行了，起来吧。皇帝对你情深，说你们是寻常夫妻，自然极好。可你是皇后，理应知道，有些事情寻常人家做的，天家做不得。太后指的是皇上为臣妾空置后宫之事。臣妾明白，只是皇上心意已决，只怕他那是顾及你的情绪。皇嗣乃是国本，你身为皇后，就不该再纵着他。臣妾知错。你既知错，哀家便把选秀一事交于你去办，也算将功补过了。行了，哀家烦了，你退下吧。是。午间你在太后面前，可曾说了不该说的？皇上不都知道吗？倒是有点意见，记住，不该说的，一个字都别说。还有，别想着我朕的后宫3人，这一个都不要。可太后下了懿旨选秀，她的命令，臣妾岂敢不从？那朕的圣旨，你就敢违背吗？皇上要我帮你挡住太后那边的麻烦，那是否也该给臣妾一些好处？也该给臣妾一些好处。夏雨荷，你还敢威胁朕？臣妾刚才在太后那里跪太久了，脚麻不能起身，还请皇上恕罪。你再说，我没有威胁皇上，只是想与皇上再谈个交易。好一个交易！你想要什么？臣妾私家心切，想回门省亲。哼，商贾之女，果然上不了台面。你当皇宫是什么地方？你可曾见过南朝皇后出宫回门的？原是不可以的吗？那臣妾可否将父亲接于坤宁宫一叙？那也不合规矩。可臣妾不是皇上的心上人吗？皇上为心上人空置后宫3年，不惜忤逆太后。比起这些，让臣妾的父亲入宫不算什么难事吧？再说，皇上若能为臣妾破例，太后和朝臣们自会将怒火转移到臣妾身上，指责臣妾魅惑皇上，也可为皇上分担一些慢，不是吗？朕从前怎么从未发现，你竟如此伶牙俐齿？皇上谬赞了。臣妾只是想为皇上分忧。好，朕让你去。夏雨荷，等朕找到他，你们夏家有一个算一个，都给朕等着！哼！奇怪，他怎么如此反对选秀？莫非这背后还有隐情？难道还有什么隐情？究竟是什么呢？小姐，从前大夫就说了，你这毒阴毒寒凉，将养本就不易，更不能冻着。无妨的。怎么，太医院还是不肯来人吗？不是不肯，院判说皇上已经下旨为您寻到了名医，名医入宫前不允许太医院任何人前来会诊，以免扰乱了你的心绪。
入宫前信誓旦旦的要太医治好我，现在又这般，他是想拖着我，将我拖死吗？小姐，咱们带进宫的药已经没剩几日了，这可如何是好？明日你拿了药方，去找李总管，叫他抓了便是。李总管不是皇上的耳目吗？他能给咱们抓药吗？会的，皇上还要顾虑太后那边，不会让我那么快死掉的。小姐，你这是怎么了？奴婢就是觉得小姐现在这般孤立无援，活得太苦了。纵是苦，也是活着，总比死了好，不是吗？何况我们不是孤立无援，等明日父亲入宫，便是我们的转机。参见皇后娘娘。父亲，快起来！云鹤，赶快告诉父亲，皇上的心上人到底是谁？是谁我还不能说。所以，皇上的心上人真的不是你，那他为什么要册封你为皇后？他到底想要干什么？都到了这个地步，还是不能说吗？父亲，此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我这么做是为了保护夏家。想来你也没有忘前10世夏父的惨状。皇上让我做皇后，看似是给夏家尊荣，实则是变相软禁。为什么？夏家的危险还没有过去，这一切才刚刚开始，接下去才是最危险的。错一步，等待着夏家的就是之前的惨剧。那我们该怎么办？这一次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你可有什么好的方法？父亲，您回去后把夏家的脂粉生意都交给长姐和三妹打理。这些年他们跟着您和母亲学习历练，已然可以独当一面了。别的都还好说，只是夏家的脂粉做的都是权贵妇人的生意，你也知道贵族圈子里那些弯弯绕，只怕雨薇和雨晴太稚嫩。父亲，长姐和三妹和我们一样，已经死过10次，您觉得还有什么是他们抵挡不了的？雨禾，是父亲没能保护好你们，就按你说的办吧。你可有什么需要父亲做的？接下来我说的每句话，父亲都要牢牢记住，千万不能出错。好。这可行吗？父亲只管按我说的去做。好。雨禾，时辰已经不早了，为父我也该出宫了。这外面的一切，有父亲、母亲和你的姐妹，只是在这宫里，万事你要小心。我们在家里等你，等你回来。那夏承远出宫之后去了哪里？奴才一路跟随。那夏老爷离宫后去了城西、城东、城南、城北4处宅子，这些院子都是夏家的产业，且夏老爷在每个院子里都待了1炷香的时间。那院子里都住着谁？这就是奇怪的地方，4个院子里都没人。这怎么可能？奴才仔细打听了，这4个院子常年空置着，不曾住人。立刻派人去院子里守着，见到任何人，哪怕是只猫，都给人杀了。奴才遵旨。还有，盯着皇后娘娘。是。皇后不是皇上的心上人吗？怎么跟仇人似的？
臣妾参见太后。平身吧。皇后，哀家将选秀仪式交于你去办，这都5日了，怎么半点动静都没有？你是不是没有把哀家的话放在心上？太后息怒，臣妾本想为太后分忧，可自那日御花园回去后，臣妾便染了风寒，这才耽搁。你倒是和皇帝一条心呢，竟敢称病拖延。臣妾不敢。罢了，哀家可不敢再劳动你。若你病死了，皇帝还得找哀家的麻烦。桂嬷嬷，将人带进来吧。臣女拜见太后娘娘。皇后娘娘，太后是打算硬塞，可我若此时得罪了皇上，岂不是前功尽弃？都平身吧。皇后，这2位都是重臣之女，也是哀家从小看着长大的，想着你们日后都有往来，叫来先让你认认脸。娘娘就是皇上的心上人啊，我以为姿色多么好呢。太后不知道的，还以为这皇宫里少了胭脂水粉呢。皇后娘娘怎么一副病痨子模样？听闻皇后娘娘是生护之女，自然是上不了台面的。要不是运气好，成为了皇上的心上人，不然啊。太后，臣妾病容，唯恐冲撞了您和2位贵人，这般唯唯诺诺，怎么当得好皇后？太后息怒。娘娘莫气，皇后娘娘她毕竟出身不好，还需您慢慢调教。娘娘，您素爱听灵山弹琴，不如让她弹一曲，为您消气。臣女的琴声，怕太后早就听腻了，不如请皇后娘娘弹一曲吧。是啊，皇后，你自打进宫，哀家还不曾了解，这琴棋书画，乃是世家女都得会的。你呢？不会连琴都不会弹吧？这是太后不满选秀之事，故意给我下马威。皇上也最爱听古琴，皇后要是连这个都不会，那怎么能是皇上的心上人呢？皇后娘娘，皇后娘娘真的会吗？这要是弹不好，传出去可是丢人呐。这曲子是惊鸿阁最火的名曲，除了妙音仙子，无人能奏。皇后娘娘竟然会！小姐可是惊鸿阁的大东家，此曲本是小姐所谱，便是妙音仙子都比不得，一群有眼无珠的东西。原是个有貌有才的，莫非他真是皇帝的心上人？许久不谈，有些生疏，希望没有丢脸。太后，臣妾身子实在不适，不想扰了各位的雅兴，这便告辞了。哀家也乏了，你便将林珊和饶儿都带下去，定好位分，好生安置吧。太后，请恕臣妾不能从命。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敢不听哀家的话？不要以为你是皇帝的心上人，哀家就不能处置你。说话！臣妾不敢。太后娘娘，臣妾的皇后是皇上封的，皇上的话，臣妾不敢不听。你的意思是皇帝旨意不可纳非，而你奈何不得？是。哼，前些时候皇帝不顾规矩，准你父亲入宫探视，又有人说你妖媚惑主，哀家当时还不信，如今看来，当真是个祸患。皇嗣乃是国本，你这身子难以承运，你是想让江山社稷都毁在你手中吗？臣妾不敢。哼，你要知道，纳妃一事是命令，哀家不是在跟你商量。臣妾还是那句话，恕难从命。好一个皇后啊！
仗着是皇帝的心上人，竟敢忤逆哀家，那你就去慈宁宫外跪着，什么时候知错了，什么时候再起来。小姐，你就依了太后的意思吧，让那2个人进宫不行吗？您再这样下去，身体会熬不住的啊！不行，皇上不会放过我的。可太后现在也没放过你呀，你明明是皇上的救命恩人，怎么会落得如此地步？小姐，刚才看到李总管了吗？刚才还看见他在这边。等一炷香。臣妾依了便是。你是该好好长长记性，明白这后宫到底是谁说了算。这册封一事就交由你去办吧。册封什么？这什么时候同意了？皇帝，你来的正好，皇后已经同意了，那……她同意了？朕同意了吗？皇后，朕明明说过，朕此生此世只爱皇后一人。您却处处逼迫，朕的心上人岂能被如此对待？定是受了这2个人的挑唆。皇帝，你要做什么？皇帝，你这是做什么？这些人在抢了你的恩典，朕怎么能容忍？皇上误会了，是臣妾出身低微，自认不懂宫中规矩，难免出错，这才请了太后，让他们教我规矩。是吗？可是刚才怎么听说册封？是册封为女官。是啊，皇后说的对，皇帝，你误会了。既如此，朕便放过他。只是母后，朕说过，朕的后宫只能有朕的心上人。至于规矩，皇后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多谢皇后娘娘。我们都是命拿捏在别人手里的苦命人罢了。你怎么敢？皇上，你怎么敢的？你明知道朕，你竟然敢往朕的后宫塞人，是在挑衅朕吗？你真以为朕不敢杀了你？臣妾不敢，是太后为了皇嗣。闭嘴！你要是再敢提皇嗣，就算我不杀了你，我也会让你生不如死，记住了吗？小姐，你怎么样了？就算念在你的救命之恩，皇上也不该这么对你啊！纳妃，皇嗣。小姐，你笑什么？我知道了，这下我全都知道了。小姐，我明白了，现在我全明白了。原来他那日微服私访，根本就不是为了找救命恩人。原来夏府前几世的惨死，根本就不是交不上他的心上人，而是因为这个，我们夏府才落得如此下场。小姐，你到底知道了什么？之前你不是总问，为何我是救命恩人，却落得这种下场吗？
现在我知道了，救命之恩才是一切灾难的开始。到底为什么？奴婢以为你进宫之前已经都知道了呢。不对，不对，之前我猜的都不对，现在我才明白。春轩，替我找一套宫女服饰，我要偷偷去见太后。小姐，可太后跟你不对付啊！不要问那么多，快去！是。这一世，我绝对不会让皇上动我们夏家分毫。此时此刻起，我会把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上。皇后，你们夏家也是富甲一方的商贾之家，这如今国库空虚，夏家是否应该出一份力？看来还等不及要出手。皇上说的是，能为国效力是夏家的荣幸，不知皇上觉得夏家出多少合适？500万。如此狮子大开口，无非是想借此机会把夏家往死里。如今还不是戳穿的时候，我必须稳住局面。皇上，夏家就是将所有的县邑、田地、商铺全都变满，也凑不出这500万两啊！是当真没有，还是你们夏家存心不想为国效命？如果让朕知道你们夏家有意不效忠于南者，那就别怪朕治你们个忤逆之罪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皇上，请容臣妾再想想办法。边关战急，时间紧迫，朕就给你1天时间，要么拿出500万两，要么夏家满门抄斩。去告诉父亲，1日之内将夏家所有的产业全部变卖，所凑的银两全部送入公主。可就算老爷变卖所有家产，也凑不出500万两啊！剩下的，我来想办法。谢玉想尽快解决夏家这个后患，我偏不让。夏家那4个院子里，可曾找到人？暗卫说了，别提是个人了，连只猫都没有啊！敢跟朕耍手段，朕会让他死得很惨。皇上，皇后娘娘不就是您的心上人吗？您为何还在寻着呢？他不配。皇上，这是臣妾父亲凑的银票。朕要的是500万，你这区300万而已，远远不够。拿过来是存心戏弄朕不成？皇上莫急，剩下的银票片刻便能送到。民女参见皇上。你叫他们入宫做事。回禀皇上，这是皇后娘娘着民女筹措的100万两。皇上，如此一来，便凑够500万两。是如何做到的？既是皇上所需，臣妾自当竭尽全力，皇上满意就好。至于过程嘛，不足一提。行，算你有本事。皇上还是这么吓人，二妹妹还是你厉害，竟然能和他周旋这么久。是啊，换作是我，早就吓死了。既然银票已经凑齐了，是不是就没事了？不是，
才刚开始，这次没得逞，很快就会有下一次。看来我的计划得提前了。难得我和雨晴留宿宫中，我们姐妹3个已经许久没有像这样坐在一起了。这些时日，我总是忐忑不安，总觉得会惨死。不瞒你们说，我已经很久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我又何尝不是呢？这样的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二姐，你今日说的计划到底是什么？之前我让你们做的生意如何了？你交代父亲的我们都做了。京城那些权贵夫人，我和雨晴都分别去交好，他们呢也都收了礼物，如今称得上是一句交情不错。没错，还不够，还不够。明日你们回去后，借着皇后娘家人的身份，请交好的夫人们牵线搭桥，多结交其他权贵，无论地位高低都要结交。若是皇上发现了，会不会觉得我们不安分？是啊，要是被他借此发作，岂不是又送了他一个置于夏家满门死役的把柄？你们都到了驾龄，外出走动相亲是理所当然。皇上就算有所怀疑，也拿不出实证，其他的自有我来想办法。我们知道了。记住，那4个院子千万不要去，也不要让任何人去。为何？因为那里面住了皇上的心上人。皇后那2位姐妹呢？这么早就出宫了？太后本就嫌弃臣妾不懂宫中规矩，臣妾自然不敢多留他们在宫中，碍太后的眼。你现在越发有皇后的样子了。都是皇上教导的好。夏雨荷，方才是朕高抬贵手，你可别太得意。朕要是想，随时可以要你们夏家满门姓。夏府不过寻常商户，这些年除了尽力救助各州灾民外，也没做过什么为国为民的大事。便是死了，怕是也只有老百姓们会哭几声，自然死不足惜。混账东西，你敢威胁朕！皇后娘娘，皇后娘娘，谁说让你进来的？拖出去斩了！皇上饶命！是桂嬷嬷来了，说太后要传娘娘去慈宁宫学规矩。老不死的东西，去了慈宁宫，好好伺候，别给朕惹麻烦。臣妾遵命。小姐，皇上今日似乎愈发喜怒无常了。他袖口沾了朱砂，身上染了硫磺味，只怕是刚食用过金丹。这是好机会，春轩，随我去慈宁宫。是。昨夜宫外运了一批金丹进宫，剂量是之前的数倍。这金丹耗资巨大，年前才因国库空虚而劝停，没成想那夏氏女又给皇帝送了500万两。夏雨荷，你可知罪？太后若说夏家捐资之事，那是皇上圣旨，违抗便是忤逆之罪，臣妾不敢不从。你可知，皇帝用这些钱财去炼制金丹，以求长生之道，实则是损害龙体，这难道不是杀头的大罪吗？太后都知道金丹的危害，皇上英明神武，又怎会不知？除非他有什么不得不使用的理由。你这般说，不过是想让哀家信你秦叶说的胡言乱语。太后若真觉得臣妾是胡言乱语，那夜便会处死臣妾，又怎会今夜叫臣妾来仔细验证？不仅伶牙俐齿，还心思通透。宋医女替皇后诊诊脉。回禀太后，皇后娘娘身上的毒极为阴毒，极难根治，长期留于体内极难有益。若是男子中了此毒，对身体可有什么损害？约莫是与一般女子一样，即便不危及性命，也难有子嗣。此话当真？不敢欺瞒太后。太后，如今你该相信臣妾所言是真的了吧？皇上他不能人道，无法生育。
皇上他不能人道，无法生育。怎会如此？怎会如此？夏氏，皇帝当真中了此毒。先前臣妾骗了太后。3年前，臣妾与皇上相识于元宵灯会，那时皇上中了毒箭，是臣妾用嘴帮皇上吸出了毒血，也因此染上了此毒。3年前，太后娘娘，3年前的元宵灯会，正是先帝病重，3位皇子内斗正盛之时啊。是啊，老二和老四，他们都死了，只是老三，若非如此，以他的品性资质，如何能登上大位？没成想，他竟然……素衣女，此毒可有解？皇后娘娘虽然只中了一些余毒，只要由我调理3、5年，还有一些希望痊愈。若娘娘刚才所说为真，皇上中箭就已深入骨血，恐怕希望渺茫。希望渺茫，那就是还有希望。皇帝不能绝嗣，哀家绝不能让此事动摇国本。太后娘娘，事到如今，您还觉得皇上若不绝嗣，便能保住国本，稳固江山了吗？夏氏，你放肆！太后娘娘，臣妾知道您一直为国考虑，这3年殚精竭虑地劝谏皇上，希望皇上做一个明君，保住先帝留下的盛世。可您久居深宫，只怕不知，如今天下是何情状？你住嘴！桂嬷嬷，让他说下去。下州商铺遍布南朝，臣妾这3年虽足不出户，也常听各州商铺老板说起，赋税1年重过1年，农商界叫苦连连。这些赋税没有用在边关军需，没有用在修堤筑坝，大多数都被送进了矿山丹坊。哀家自然知晓，哀家也尽力阻止了。皇帝也说了，会有所收敛。所谓的收敛，不过是不再挪用国库，可矿山丹坊还需要大量钱财，皇上便借着为国献药的名义，胡乱的抓百姓服徭役。那些被抓的百姓，不但要做苦工，还随时会被推进丹炉。什么？太后见过烧焦般的尸山吗？黑漆漆的一片，远远的便能闻到血肉烧焦的气味。太后，太后先前责问臣妾，为皇上筹措巨资是坑害皇上，可这500万两，臣妾若是拿不出，死的不仅是夏家全族，还有一座又一座的尸山呢。皇后娘娘，您就少说2句吧。夏氏，你同哀家说这些，所求为何？臣妾想求太后救救南朝，救救天下百姓。哀家可以答应你，不过此番兹事体大，仅凭你一人之言还不够，除非你能证明皇帝真的绝嗣。证明之后，哀家会从宗亲里找一个资质好的孩子来继承皇位。可若是假的，夏氏，你知道后果。太后，臣妾想借用宋衣女，不出3日，臣妾便会证明。若是假的，臣妾这条命随您处置。好，哀家等着。哀家想问你，你只是做了哀家这一处准备吗？虽然哀家是太后，可也只认得前朝几个老臣。此番若想废除皇帝，仅凭几个老臣那是不够的。臣妾的姐妹已在打点朝臣权贵，皇上的所作所为，苦了天下百姓的命，寒了满朝权臣的心。太后请放心。你虽身子不好，却聪慧又果敢。当初皇帝娶你，哀家还觉得是胡闹，如今看来，对南朝倒是好事。多谢太后。你先退下吧。太后，您当真信了他？一切只看3日内
他能不能找到证据？如若不能，那他的命也没必要留了。你去太后那里说了什么？为何停留这么久？皇上身为一国之君，后宫只有臣妾一人，还多次拒绝秀女入宫。太后她能不担心皇嗣的问题吗？你还敢说？是皇上问的臣妾，太后还能说什么？不过是问您这样做的原因。不过皇上请放心，臣妾已经说了，是臣妾不能生育。臣妾身为您明面上的心上人，不能生育，您自然要安抚我，所以今年不肯纳妃。太后觉得我毁了江山社稷，所以惩罚了我，这才耽误了那么久。你最好说的是真的。臣妾岂敢欺瞒皇上？不过太后也说了，1年之后必须纳妃，所以臣妾刚才所说也不过是缓兵之计。皇上，您总要面对，不是吗？你是在找死吗？臣妾死了，谁为皇上分忧？堂堂一个皇上，却不能生育。小姐，你疯了吗？为何要刺激皇上？如果他杀了你怎么办？我要的就是他杀我。皇上，皇上，皇上，您慢着点儿。那4间院子依旧没见到人。没有。该死的，竟然敢骗朕！皇上，我已经知道皇上的心上人是谁了。皇上入宫前，我把您中毒的消息告诉了一个人，您若现在杀我，那人会立刻把消息公之于众，让天下人皆知。朕当时信了他的话，只能留他一命，暗中查探他在宫外的同伙，以免此事真被宣之于众。他也是拿准了朕的心思，故意设下4个空院子，让朕以为此人为真，转移朕的注意力。好啊，夏雨荷，朕倒是小瞧你了。皇上，刘玉德在。朕问，要是皇后驾崩，天下举丧3年，那这3年岂不是不用选妃了？确实如此。不过皇上您放宽心，娘娘虽然身体不好，可一直用着药呢，不会有事的。是吗？夏雨荷敢骗朕，你就等死吧。死之前再给朕铺条路。这皇后入宫以后，一直为朕解忧，这夏家也是倾尽全力填充国库，当场替朕准备一些厚礼。今晚我让她回夏家省亲。奴才遵旨。夏家知道后，定会感谢皇上隆恩的。此事先不必告知夏家，朕与皇后微服私访，去给夏家一个惊喜。是。娘娘，皇上为何突然要陪您回去省亲，还要微服私访？他这是迫不及待要动手。皇上的心思，我们怎么敢猜呢？既是微服私访，不必多礼。此番回府，要给夏家一个惊喜。那就多谢皇上了。这不是母后身边的婢女，怎么会在此处？太后召见了臣妾身边的婢女春轩，询问臣妾这3年的病情。臣妾身边一时无人可用，这才向太后借了这位姑姑。皇上放心，太后只不过是关心娘娘，不会为难春轩的。最好是，朕最不喜欢的就是皇后伤心了。走吧。陛下，就我们3个吗？
这路上万一……这如今天下太平，朕都不怕，皇后怕什么？这先前倒是没发现，皇后如此惜命啊。是臣妾多虑了。皇上，穿过这个巷子，再过2个街口，便是夏家了。拿命来！啊！小心！废物！陛下，皇后，保护朕，这是你该做的。终于暴露。娘皇上，草民就这来迟，还请皇上恕罪。你来的倒是巧啊，难不成这些刺客都是你找的？故意在朕面前上演一出救驾的把戏。皇上，你误会了。皇上，草民是要去巷尾的棺材铺去收账，恰巧路过此处。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可立刻去查。草民每逢初5都要去收账，从来没有错过一天。那朕还真得感谢你。不敢，不敢。哼。皇上，刚才在巷子里黑灯瞎火的，不知道刺客有没有伤到您。正好府上有大夫，我现在去把他请来。不必了，朕没什么事。皇上，您龙体尊贵，又微服到夏家，草民实在担待不起，还是请王大夫来看一看吧。您放心，他医术精湛，不管您身上有什么样的伤，他都能够验得出来。只说了不用。夏承远，你是在抗旨？皇上，是臣妾受了惊吓，正好让王大夫来开服药压压惊吧。臣遵命。皇后，臣妾是真的难受。皇上若是觉得看着无聊，就让宋姑姑先陪您去更衣吧。你这是在作甚？皇上息怒，奴婢只是想扶您去更衣啊。王大夫，您这边请。朕乏了，先去休息，谁都不准来打扰。竟然是真的！当然是真的，我夏族全族的命都攥在皇上手里，我怎么敢说谎？娘娘是早知今日皇上会发难，所以特意叫我同行。你想办法把消息带出去，让父亲今日务必准时去守账。不过最近不太平，让他务必带着武器防身。如今我知晓了皇上的秘密，他自然想要我的命。我的死对他来说百利而无一害，宫里眼睛太多，不好动手。宫外自然是动手的好时机。唉，此事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快了，这次回宫，我一定会把一切禀报给太后。哀家已经知道了，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太后，皇上肯定会先发制人，只需要等待皇上给我们的时机。娘娘，大事不好了！皇上刚才突然收到密报，说夏家涉嫌通敌叛国。刚他已下旨，将老爷夫人还有2位小姐全部捉拿，押入宫中。现在李总管已经带人往这边来了，说是请娘娘也去前清殿问话。果然来了，比我想象的更快，也更狠。替我更衣，梳妆。
要对正式的皇后朝服，凤冠。是。夏氏，这破格立你为后，极尽宠幸，你却与夏家一起联合，勾结外敌，你可知夏家通敌叛国，致使边境受损，生灵涂炭？皇上口口声声说夏氏通敌叛国，可有证据？皇上，仅凭此等来历不明、漏洞百出的匿名诬告，便要治我夏家通敌叛国之罪，未免太过儿戏。放肆！死到临头还敢嘴硬，看来不对你们动有大刑，你们是不会招了。来人！皇上且慢，皇上且慢。皇上口口声声说夏家通敌叛国，可证据却如此薄弱。臣妾有几个问题想请教皇上，也想请在座的各位大臣明辨。你想问什么？第一，这封密告来自何人？是边关将领、朝中大臣，还是敌国细作？既指证我夏家通敌，那我夏家勾结的是何人？通讯方式为何？这密告上可有只言片语？如此重大，仅凭几句指摘，无具体人证物证，便要治我夏家全族。试问天下可有此等断案的道理？皇上，今日可如此构陷我夏家，那明日是否会以同样的手段构陷在座的任何一位大臣？这自有查证。眼下案情未明，先将尔等收押，细细审，有何不可？皇上说的查证，是把我夏家全族困在宫中，严刑逼供吗？皇上如此急切，甚至不等三思会审，便要以雷霆之势处决我夏家，究竟是依法办案，还是皇上您心中有鬼？是啊，皇上如此迫不及待的要杀人灭口，不就是想掩盖你的惊天秘密？夏雨荷，闭嘴！你这闭嘴！掩盖你不能人道、无法生育、多年未纳后宫的真相。夏雨荷，你大胆！来人，皇后胡言乱语，诽谤君上，一阵拿下，就地绞杀！还不快动手！哀家看，谁敢动皇后？皇帝、皇后所言虽骇人听闻，但事关国本，岂能不容辩驳，便妄动刀割？哀家想请你当庭说个清楚。皇后若是诬告，自有国法惩治；可你若是不能人道，不能为国传宗接代，那这皇位自有更适合的人来代替。我还一直奇怪，这皇上正值盛年，为何后宫一直多年空虚？我一直以为他是专情，现在看来，原来是另有隐情啊！是啊，难怪一直对心上人的事一直执着，原来是找借口在拖延，不能传宗接代，这皇朝怎么才能维稳？皇帝绝嗣，此事非同小可，直接影响国之根本。你们这是要造反吗？不是我们要造反，是皇上您德不配位。诸位大人，皇帝当年遇刺，早已伤及根本，无法生育。他控制后宫，并非专情，而是担心自己的残缺之身被揭露。3年前，皇上遇刺中毒，是我救了他的命，可他却把我当成知晓他秘密的后患。苦寻3年，找到后，便以求心上人为名来夏家要人。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以夏家给出的人不符合他意为由，灭掉夏家满门。被我以他不能人道的秘密威胁后，他便找其他借口来除掉我和夏家。这封密告便是皇上的手段。你血口喷人！今日就请诸位大臣在此做个见证。太医去为皇上诊脉，看看皇上的龙体是否真如我所说，早已绝嗣。不行，这没病，都给这滚！如此说来，皇后娘娘说的是真的。不能生育，德行有亏，恩将仇报，试图构陷忠臣的皇上，这江山怎么能坐稳？这个贱人，只要杀了你！
你们这是要造反吗？皇上，你可知何为得人心者，得天下？你，皇上当真以为知道真相的我会甘心在后宫当一个任你摆布的病秧子吗？皇上，时势惨死，你以为我夏家姐妹没有准备吗？皇上以为我和姐姐在宫外做什么？皇上，我夏家早就不是那个只知道做生意的商贾人家。雨禾虽然在宫中，但是早就安排好了外面的一切。好一个夏雨禾，真都是小瞧你了。传哀家旨意，今上昏聩，当废。奉先义王遗孤为帝，尊皇后夏氏为太后，垂帘听政，以安社稷。吾皇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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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3年来，哀家知道你心一直在外，你辅佐小皇帝已属不易。如今天下一切归常，你走吧，替哀家看看这大千世界。哀家就留在这里，守护我们曾一起守护的江山。